家好，我是小刘。2022年3月起，美国的贷款利率一路走高。今天我们就聊聊贷款利率上涨对买房或者屋主的重新贷款 refinance 有什么影响。视频最后会讨论提前还款对贷款的影响，不要错过哦。不论是自住还是投资，买房前都应该考虑到房屋的持有成本。除了地税、管理费，持有房子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贷款的分期还款，全现金购买除外。贷款的分期还款怎么计算？其实不需要律师，也不需要贷款经纪，您自己就可以算出来。这里我需要介绍一个贷款名词，分期付款表，英文是 amortization schedule。看懂分期付款表，您就看懂买房后的持有成本，对您的投资决定至关重要。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种类繁杂，比如 conventional loan、FHA loan、VA loan、USDA loan、seller finance、jumbo loan、balloon mortgage、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等等。光听这些名词可能就很绕，我觉得其实买家需要了解的关键只有一个，贷款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。如果是固定利率，每个月还多少钱，需要还多少年。如果是浮动利率，也就是 ARM、Adjustable Rate Mortgage， 那么贷款前期利率可以固定多久？浮动利率什么时候开始？如何计算？美国所有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都会提供一个表格，那就是分期还款表。看懂这个表，你基本上就看懂了美国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这是我在网上随机找到的一个样本。可以看到，贷款总额20万的情况下，当利率为 6%， 固定15年时，每个月的还款是1687元左右，15年累计还款为30万3千多，其中利息为10万3千多。这个表格就叫 amortization schedule， 它是对还款金额的一个细致解释。这个表格里写明了15年间每一年要付的利息、本金和未付本金的情况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您看到的是以月为计量单位的分期付款表，表格长这样。举个例子，过户后第一次还月供的月份就是这个表格里的 month 1， 其中利息 interest 是1000，本金 principal 是687块7毛1，剩余的本金 ending balance 是199312块2毛9。接下来看第二个月 month 2， 利息是上个月剩余本金的单月利息996块5毛6，这个月的本金为月供减利息，也就等于691块1毛5。第二个月的月供还清后，剩余的本金是198621块1毛3。说到这里，我要提一个很多买家，甚至一小部分律师都有的疑问。当一次性提前还很大一笔本金时，月供能否减少？答案就在这个表格里，不知道您能否找到？我现在公布答案。在美国提前还款不能减少月供金额，只会缩短还款时间。美国的固定抵押贷款，月还款金额是固定的。拿这个表格做例子，如果你在第一个月就多还了10万的本金，那么剩余本金应该是99312块2毛9。第二个月的利息不再是996块5毛6，而是剩余本金的单月利息，比如说是 X。而月供不变，仍然是1687块7毛1。您在第二个月的还款本金就变成了1687块7毛1减去 X， 比如说是 Y。那第二个月的剩余本金就是99312块2毛9减去 Y。以此类推，提前还款会改变整个表格的结构，但是月供如果您想要调整月供金额的话，应该和银行协调，对贷款条款做调整，也就是 loan modification。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会讲去哪里查询还款表格，以及这个表格对买房和卖房的具体影响。我是小刘，坐标纽约，我们下次聊。